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走向人生终点时，身体其实早就发出讯号了，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盏灯在彻底熄灭之前，会先闪烁，先变暗，先发出嗡嗡声响。可问题是，绝大多数家庭根本不知道怎么辨认这些闪烁。我们总以为人老了就是这样，总以为休息几天就好，直到那一天真正来临，我们才在病房外痛哭，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察觉。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痛哭的时候才回想起来，原来3个月前、半年前，那些不对劲的蛛丝马迹就已经一条条出现了，只是自己当时完全没放在心上。今天这篇内容，请你认认真真看完，我们不煽情，不贩卖焦虑，就用科学和真实案例，把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生死讯号一个个摊开讲清楚。先说一个基本问题，1万个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能活过80岁？答案是，在已开发国家大约6000到7000人，在开发中国家可能只有2000到3000人。也就是说，无论你身在何处，身边每10个长辈可能就有3到5个会在80岁之前离开。那他们是怎么走的？绝大多数不是突然倒下，而是一个漫长渐进、有迹可循的过程。他们的身体在最后1、2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场安静的告别仪式。现在我把这场仪式里最重要的部分一点一点说给你听。先说5盏警示灯。第1盏，吞咽困难。你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老人最近吃饭越来越慢？以前10分钟吃完的饭，现在要半小时，而且经常呛到咳嗽，喝水都会从鼻子呛出来。很多子女觉得只是老了，牙口不好，但事实是，这叫做吞咽功能进行性退化，代表控制咽喉肌肉群的神经系统正在逐步关机。日本一项长达1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出现严重吞咽困难的老年人，1年内的死亡率是正常老人的将近3倍。更危险的是，吞咽困难会导致吸入性肺炎，这是老年人致死的头号杀手之一。如果你的父母开始频繁呛咳、抗拒吃饭，说吞不下去，请立刻带他们做完整的吞咽功能评估，不要拖。第2盏灯，嗜睡与意识模糊。老人家本来就睡得比较多，但有一种睡法完全不同，怎么叫都叫不太醒，好不容易摇醒了，眼神涣散，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你问他吃了没，他跟你要锄头，甚至会跟你聊已经过世很久的人。从医学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大脑供氧不足、代谢废物堆积以及神经传导物质紊乱的综合表现。这种状态在医学上叫做中末期怠忘，不是精神疾病，而是身体全面衰竭的脑部表现。安宁照护的经验显示，一旦这种深度嗜睡与意识混乱持续出现，通常代表生命已经进入最后几周或几天。第3盏灯，四肢末端变冷变紫，你去握爸妈的手，摸他们的脚趾，是不是凉凉的？指甲是不是开始发紫发暗？如果是在室温25度，盖住被子穿厚袜子的情况下，手脚依然冰凉，皮肤明显发暗，这叫做末梢循环衰竭。身体会自动启动汽车保帅的程序，把血液从手脚抽回来，集中供应心脏、肺部和脑部。那双冰冷发紫的手脚就是被断水的郊区。安宁病房的护理师都知道，当病人手脚出现花斑纹、不规则的紫红色斑块混在苍白底色里，那通常代表离别就在48到72小时之内。第4盏灯，回光返照，这是所有讯号里最让人心碎的一个，因为它长得太像好转了。有些老人在长期虚弱之后，会突然1、2天精神好得不得了，本来翻不了身的坐起来了，本来不吃东西的说想吃面了，本来说不出整句话的跟你聊了一整个下午，家属欣喜若狂，觉得奇迹出现了。但现代医学解释得很清楚，人体在临终前，肾上腺会大量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大脑也会释放高浓度的内啡肽。这些压箱底的激素会让人短暂恢复精力，减轻疼痛，头脑清醒，但这不是好转，而是蜡烛熄灭前火焰的最后一次蹿高。大约40%到60%的临终病人会出现回光返照，持续几小时到1、2天。如果你的至亲在长期衰落后突然精神焕发，请不要高兴太早，反而要珍惜这最后的清醒时光，把想说的话说完，把想见的人叫来。第5盏灯，呼吸模式改变，正常呼吸平稳均匀，
但临终阶段的呼吸会变得很不一样。最典型的是潮式呼吸，呼吸由浅慢慢变深，又由深慢慢变浅，然后完全停顿5秒、10秒、15秒，甚至20秒，接住又大口吸气，重新循环，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还有一种叫临终转阴，喉部肌肉完全松弛，分泌物堆积在气管里，发出粗重的嘶嘶的声响。这些呼吸模式的改变是脑干功能逐渐丧失的直接反应。一般来说，潮式呼吸和临终岔音出现以后，生命往往只剩下几小时到几天。好，说完5盏警示灯，但更多时候最致命的讯号并不是出现在最后几天，而是提前大半年甚至整整1年就已经悄悄浮现。接下来把时间线拉长，说说10项重大警讯。这10项就像10块骨牌，当第一块倒下，后面的可能正在加速准备倒下。第一项，体重不明原因快速下降，半年内体重不知不觉掉了5%到10%，比如60公斤的老人瘦到54公斤以下，这可能意味着隐藏癌症、重要器官衰竭、慢性感染，或者身体已经进入恶病质状态，身体开始吃自己的肌肉和脂肪当燃料。在70、80岁的老年人身上，不明原因的消瘦几乎从来都不是好消息。第二项，反复跌倒，1年内跌倒2次以上的老年人，2年内的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升高。跌倒本身当然危险，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反复跌倒反映的是内耳前庭系统、小脑平衡功能、大腿肌肉力量、视力、血压调节机制多个系统同时崩塌。一个反复跌倒的老人等都在5、6条战线上同时失手。第三项，社交退缩与失去兴趣。以前天天去公园下棋、跳广场舞的爸妈突然不去了，说懒得走，没意思。很多子女觉得只是老了或不开心，但除了心理因素，这往往是身体深层衰退的早期信号。他们的大脑已经力不从心，光是维持坐住不倒就已经耗掉大量能量。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交活动频率急剧下降，是预测1年内死亡风险的独立指标之一。第4项，频繁感染且恢复极慢，一场小感冒拖1个多月还在咳，一个小伤口3星期还在流脓。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指向同一个大问题：免疫系统正在全面崩溃。每一次感染都会进一步消耗本就所剩无几的免疫资源，形成越来越快的恶性循环。第5项，日常功能急剧丧失。以前能自己洗澡、穿衣服、上厕所，现在需要人扶；以前能自己做饭、打扫，现在从椅子上站起来都要挣扎。当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分数在几个月内快速跳水，代表身体的功能性储备已经见底。每丧失一项能力，1年内的死亡风险就增加20%到40%。第6项，反复住院。1年内因为各种原因住院3次以上，每次出院后整体状态都比上一次差一截，走路更慢，话更少，眼神更涣散。反复住院是多器官功能进行性衰竭的典型模式。大型临床研究显示，1年内住院3次以上的老年人，1年存活率可能低微50%。第7项，持续性疼痛加剧。老人喊疼的频率越来越高，止痛药越吃越多，效果越来越差。这种持续加剧的疼痛可能是肿瘤转移、内脏器官最后的求救信号。长期剧痛会摧毁生存意志和生命能量，让人吃不下、睡不住。修复机制完全瘫痪，让衰落速度成倍加快。第8项，血清白蛋白持续偏低。这是老年医学和重症医学里公认的生死预测黄金指标之一。白蛋白由肝脏合成，直接反映营养状态和肝脏功能。当老年人的血清白蛋白持续低在每公升30克，甚至掉到25克以下，代表身体的蛋白质合成能力正在全面崩溃。低白蛋白血症是老年住院病人1年内死亡的最强预测因子之一。第9项，认知功能断崖式下降。忘了钥匙放哪里，叫不出老朋友名字，这些是轻度衰退。但如果短短几个月内，老人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站在镜子前问那个人是谁，大热天穿棉袄，把鞋子放进冰箱，这种急速的认知崩塌不仅是失智症恶化，更预示住全身多系统正在同步走向终点。第10项，老人自己平静地说，我快要走了，
你可能觉得不科学，甚至有点迷信，但任何在安宁病房工作过的医护人员都会告诉你，有相当比例的临终病人在离世前几天到几周会表现出一种异常平静的预知感，他们开始交代后事，告诉你存摺在哪里，会突然想见一个10几年没联系的老朋友。从生理学推测，这可能跟大脑衰竭过程中释放的特殊神经化学物质有关。当你的至亲用前所未有的平静语气说出这样的话时，请不要打断他，不要说别胡说八道，请坐下来握住他的手，认真听他说完每一句话，因为那些话可能是他留给这世上最后的珍贵记忆。了解这些讯号不是为了提前悲伤，而是为了拥有准备的能力。一个有准备的告别和一个措手不及的失去，对活住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太多家庭在失去至亲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是悲伤，而是愧疚。如果当初注意到他吃饭一直呛咳就好了，如果我没有把他的话当成胡说八道就好了，如果早1个月带他做检查就好了。这些如果会折磨一个人很多年，那么作为子女，我们还能做什么？第一，定期带父母做真正全面的健康检查，包含肝肾功能、血清白蛋白、心肺功能、骨密度、营养评估和认知功能筛检。7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每半年一次。第二，趁父母还清醒的时候，跟他们谈谈对未来的安排和意愿，提前谈不是不孝，恰恰是最深沉的孝顺。第三，从今天开始养成观察日常细节的习惯，吃饭是不是变慢了？走路是不是开始晃了？体重是不是在掉？是不是不太想出门了？这些微小变化就是生命正在倒数的密码。最后记住一句话，你不需要做到完美，你只需要在场。在父母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你的陪伴本身就是他们在世间最后的温暖。你握住他手的温度，你叫他一声爸妈的声音，你说我爱你的那个瞬间，是他带走的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在他离开以后你最不会后悔的记忆。1万个人里面能活过80岁的就那么几千个，而每一个活过80岁的老人背后都站住一群细心观察他、耐心照顾他、真心爱他的家人。生命的长度我们无法完全控制，但生命最后一段路的品质和温度，我们可以一起守护。如果你身边有年迈的父母或长辈，请把这段内容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在面对那一天的时候，不致堕毫无准备，不致束手足无措，不致逆事后被无尽的折磨。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来不及好好说一声再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